凯多青龙觉醒会是什么样？解放之谷究竟有什么作用？大家好，我是朱爱本。随着1046话更新完毕，路飞5档、恶魔果实觉醒等等设定，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解释。鬼岛灭火也预示着尾田开始收束合诸国篇。那么我们本期的分析就围绕这场战争的最后局面展开。路飞的幻兽种果实觉醒了，凯多是不是打不过路飞了？这场鬼岛决战，路飞不断仰卧起坐，直到最后觉醒能力，反而是凯多这边连续迎战赤教九侠、超新星、大和等等，打了整整一晚上，看起来马上就要被路飞追平战力。但其实尾田还给凯多留下了一个悬念：鱼果实的觉醒。一直以来，恶魔果实觉醒的原因，漫画从来没有交代过。终于在1046话里，凯多给出了官方解释：当身心与能力相匹配之时，就会发生觉醒，也就意味着恶魔果实能力觉醒并不是偶然，而是当自己的实力与意志得到了这个果实的认可后，就会发生觉醒。而对幻兽种果实来说，其里面寄宿的意志就有点像是能力者的考官，唯有通过这层考验，才能得到最强的力量。面对路飞来说，觉醒后的5档也就相当于得到了太阳神尼卡的认可，有点像隔壁村鸣人最后解开封印，彻底释放九尾力量的感觉。当然，如果没有足够强的实力，即便知道觉醒的条件，也是无法达到这个境界的。800年来，只有路飞做到了。这种设定颇有日漫中常见的星际体合一的感觉。漫画中最早出现的动物系恶魔果实觉醒能力，是大监狱推进城中的10只狱卒兽。这些狱卒兽很可能是世界政府通过特殊手段得到的能力者。动物系觉醒后，拥有非比寻常的坚韧和复活能力。理论上，他们只会被暂时击败，很难被真正杀死。所以路飞仰卧起坐又增加了一个依据。但千万不要忘了，同样是幻兽种的凯多也具备这个仰卧起坐的能力。既然凯老师已经很清楚恶魔果实觉醒的原因，他的能力大概率也已经觉醒了。自1008话凯多首次展现人兽形态以来，他就再也没有发动过更强的力量和形态。用一个人兽形接连对阵拥有了霸王色缠绕的路飞、4档路飞以及现在的5档路飞，都没有明显落于下风。1045话，两人的战斗就是在互相试探。路飞展现自己的能力，凯多了解对手的实力。在路飞想出新的必杀技名称前，这场决战就还没有到最后高潮。那么当路飞彻底掌握新的力量，准备与凯多一决胜负时，也就是凯多拿出最后觉醒力量的时刻，尾田一直在铺垫着恶魔果实觉醒对能力者体力的消耗。无论是从之前罗和基德的表现，还是路飞使用5档时的虚脱，都在表达着一件事：觉醒是最后的杀手锏，对体力消耗极大，只有在紧要关头才能使用。那么凯多最后觉醒会是什么呢？回到凯多登场时的设定，他被称为海陆空最强生物，但是作为一个恶魔果实能力者，即便是鱼人族掉入大海后都会变得无力。凯多又怎么在海洋生物中称霸呢？也许尾田将凯多的果实设定为鱼果实就是一个伏笔。凯多果实的全称是鱼果实幻兽种青龙形态，在海贼王20周年纪念时，曾经发售过一本名为《海贼王794卷》的小册子，里面展示了尾田在游览京都各处景点给合诸国篇取材时记录的内容，其中的很多内容在漫画中都得到了验证。不仅记录下了不动明王的知识，也提到了双龙图名场面的构图来源，而其中比较关键的是凯多能力的设定来源。尾田记录下了中国鲤鱼化龙、蛇变成蛟龙、变成龙这样的字眼，说明尾田曾经涉猎过鲤鱼跃龙门的传说。后来在合诸国开篇，路飞一伙人攀越瀑布的情节，应该也是致敬这一传说。所以凯多的鱼果实从一开始就是与神话挂钩，并且也极有可能参考神话设计能力。按照这一思路，我们继续寻找线索。尾田记录下了中国与日本文化中龙这种幻兽的外貌区别，例如中国龙是5爪，日本龙是3爪，但最后凯多的龙形态是4爪，说明尾田并没有照搬神话，而是担起了缝合怪，加入了一些改动。有意思的是，在描述龙外观的文字旁边，他还记下了圣、妖怪道文蛤这样的字眼。圣是中国神话中的一种妖怪，能够吐气形成海市蜃楼，在日语中也被称为圣气楼。圣被认为是能够产生幻觉的妖怪，火影中2代水影就召唤过能够制造幻象的通灵兽圣。而有关妖怪圣的样子也存在2个版本，在中国古籍三才图绘就曾经出现过以金丝龙的样子出现的圣，即为圣龙。后来传入日本改编后的河汉三才图绘也延续了这一设定，所以在部分传说中，圣与龙是有些关联的。那么问题来了，尾田在龙的取材里记录下了圣的传说，是不是意味着凯多身上也隐藏着圣气楼的能力呢？回顾一下凯多已展示的能力，其实已经有许多元素出现，例如代表火焰的热息，代表狂风的坏风，龙在出现时能够召唤雷云，也能从自己手中产生焰云。种种特点表明，凯多的能力能够对气候产生影响，他很有可能召唤出更加独特的气候来协助自己战斗。而由圣与龙组合而成的圣龙，就擅长从口中倾吐出幻象，迷惑对手。巧合的是，凯多喝醉后的招式九龙八卦，能通过切换不同状态展现出不同的能力，暗示着凯多在不同情绪下能够发动不同的效果。而酒后发动的招式本身也带有一点幻觉的味道。如果把九龙八卦和圣龙联系起来，凯多最后最强的觉醒招式，应该是一种能够连续制造出自己不同状态幻象的能力，能够同时发动风、雷、火3种元素力量，就像是同时开启了所有形态的九龙八卦。凯多的本体与自己的8个分身一起向路飞发动猛攻，如同天灾级别的战斗，将自己的疯狂与青龙的力量一起吹至极限，同时体力也会接近枯竭。
而路飞则是以最乱来的武挡迎接凯多最后的必杀，将凯多连同所有幻象一起击落。我们期待已久的天落九影就有了实现的基础，而花之都也即将见证这一终极表演。连载了3年多的和之国篇，终于看到了一丝完结的味道。自1027话开始，鬼岛就进入了最后的5分钟。当时尾田借大河之口讲述了目前面临的2大危机：一是即将坠落的鬼岛，二是鬼岛上的火药。如何解决这2个危机，就成为鬼岛决战结束的标志。而在1046话，其中一个危机解除了。我们在之前的分析里曾经讨论过向主喷洒恩泽之雨浇灭鬼岛大火的可能，也曾经分析过雷藏用卷卷果实的能力储存水分。没想到最后尾田用一个回忆杀将二者结合了起来。1046话，雷藏的回忆虽然只有2个，但已经交代了前因。当时警卫们等人一起出国，在佐屋附近遭遇海难，雷藏与其他几人走散，却幸运地发现了佐屋本岛。在等待同伴的日子里，雷藏见识到了向主的恩泽之雨，于是用自己的卷轴能力将向主的洗澡水保存了下来。再后来就发生了杰克袭击等等一系列事件，而雷藏灭火这个伏笔，我们在之前的分析中也已经挖掘过。在漫画1040话，雷藏的分镜里，福禄寿喊了一句水。到了1043话，和松又再次提到了缺水，强调了空中找不到水源，细节狂魔再次发力。毛皮族曾经付出巨大牺牲，也要保护雷藏。而这一次雷藏制造出的水分，首先救下的就是困在火海中的毛皮族战士。尾田通过这场恩泽之雨，把报恩情节串联在一起，而生平对雷藏来说是一个意外惊喜。雷藏原本的计划中应该是没有想到能够得到鱼人族的帮助。大量的海水从鬼岛城堡4楼往下流淌，同样可以将大火扑灭，但需要更多时间。在这种危急时刻，时间就是关键。而在盛平的鱼人柔术操控下，水流可以直接冲破甲板，马上就能把困在火海中的人救出来，效率大大提高。盛平的目的是将水流在城堡中扩散开，由此将会带来2个意外的结果。第一个意外是可能救下了宝物间内被点燃的黑炭大蛇，水流可以将压在大蛇身上的废墟冲开，使其重新获得行动自由，甚至有可能将大蛇身上的海螺石钉子冲走。那么日和就危险了。在最后的对峙里，那个消失了大半年的船次郎也该出现了，完成最后的了结。第2个意外，大量水分从4楼自上而下流淌，最终会到达地下的武器库。之前大妈炸出的洞口有可能成为排水口，而武器库中被冻结的炸弹也可能随之被冲下岛屿。那么问题来了，接住炸弹的人会是谁呢？自1040话大妈掉入洞口后，就一直没有消息。宙斯的存在已经证明大妈并没有死，她回到地面只是时间问题。那么怒气冲冲准备杀回鬼岛的大妈，会不会和这些炸弹再来一次亲密接触呢？总的来说，大河顾虑的其中一个危机已经解除，鬼之岛的大火即将被扑灭，炸弹也有了去处。而另一个危机，鬼岛坠落，也就成为了生死存亡的关键。自漫画997话，凯多击败赤教九侠后，就发动能力将整座鬼岛飞向了花之都。为了完成新鬼岛计划，凯多一直在消耗体力，所以在1027话时，大河就将焰云的稳定性与凯多的体力值挂钩。但是因为路飞的第3次挑战，凯多的焰云已经变得不稳定。到了1046话，整座鬼岛已经开始摇晃起来，大河再次强调焰云已经所剩无几，也就意味着凯多也到达了极限。那么当凯多力量不足时，他会怎么处理正在空中的鬼之岛呢？凯多原本的目标就是将鬼岛降落在花之都的将军府上，只要能达到那个位置就算完成。现在岛屿已经逼近花之都上空，凯多的体力也已经见底，很可能会减少焰云的力量，使鬼岛以更快的速度砸向花之都。而在高度下降的过程中，正在观看天灯的百姓们就会清晰地看到鬼之岛，然后见证光月家再次拯救这个国家。路飞战胜凯多后，焰云会立刻消失，需要另一股力量来撑住岛屿。这场危机也就成为了陶之助证明自己的机会。身为光月家继承人，未来的和之国将军，他必须用一场拯救行动来宣告光月家的归来。但以他的力量，恐怕很难制造出能够匹敌凯多的焰云。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很可能重现愚人岛篇末尾的桥段，以强烈的意志感召向主来接住岛屿。而毛皮族与光月一族这2个古老的盟友，也再次站到了一起。1046话向主遥望和之国火山的镜头，莫名神寺806话向主喷洒雨水前的镜头，都会是另一个暗示吗？向主也许曾经就在和之国生活过，和之国的锁国与开国很可能与向主的力量有关系。自从1044话路飞正式确认觉醒后，不少小伙伴开始怀疑路飞是否还是路飞，有没有被乔伊波伊夺舍，甚至还有800年前穿越重生等等猜测。面对争议，尾田也是不紧不慢。1044话宣布觉醒和果实真名，1045话集中展现路飞觉醒后的能力，1046话继续补充设定，并通过3处细节正式回应了宿命论的问题。第一处细节，开篇的镜头里，路飞在橡胶蹦床上玩闹，解放之果的声音继续保持，同时本人依然认为自己的果实是橡胶果实，继续用经典的橡胶口号来命名招式，并没有因为尼卡形态改变自己的战斗风格。第2处细节，凯多捂着脸向路飞提问，究竟是什么人？路飞明明是路飞，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怪异？其实是呼应了1044话的剧情。但是路飞首次发动武挡，屋顶爆发强烈的霸王色，凯多十分诧异，却不知道上面究竟是什么。我们在那一话分析里曾经说过，解放之果的声音应该只有同伴才能听到，所以路飞的伙伴们都能感知到是他的声音，但见闻色更强的凯多却察觉不出来。1046话，凯多的提问也印证了这个观点。
凯老师确实没有认出路飞的声音或是气息，一前一后相互呼应，也就说明了另一个设定：无胆下的路飞会改变自己的声音，短暂变成了解放之骨，并且可以传达给同伴。而路飞的回答也证明了自己依然是那个蒙奇 D 路飞，没有改变，彻底否定了夺舍论。第三处细节，向主激动的独白中提到了另一个乔伊波伊的存在，没有意外的话，指的就是800年前另一个拥有乔伊波伊称号的人，他与向主曾经是伙伴。在之前1044话的分析中，我们认为800年前的乔伊波伊和路飞一样，都是人人果实幻兽种尼卡形态的能力者。解放之骨的声音唯有当能力觉醒才能出现，而觉醒的前提是霸王色霸气达到巅峰。800年来，香蕉果实重生轮回了多次，但唯有路飞做到了。向主独白的后半段中提到了命运，并期待路飞的表现，这似乎暗示着800年前向主开始服刑时就已经被告知过，未来会出现另一个乔伊波伊。当解放之骨的声音再次响起来时，就是向主的命运与世界的命运开始发生变革的时候。以上这3处细节从不同的角度一起证明着路飞的灵魂本体没有发生改变。那么路飞身上那个连凯多都没有识别出来的解放之骨到底隐藏着什么力量，又具备什么作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向主身上寻找答案。自1037话向主正式出现在和之国近海后，他与桃之助之间的对话就非常神奇，明明距离非常远，却可以听到彼此的声音，并且正常交流。以向主的视力，甚至只能远远看到和之国那座巨大的火山，连鬼之岛的影子都看不到，更别说见到桃之助本人。然而路飞觉醒的瞬间，向主马上敏锐捕捉到解放之骨的声音，这就证明了乔伊波伊和他的伙伴沟通时能够无视距离，直接触达心中的声音。之前在1015话，路飞与桃之助之间的隔海通话也是同样的道理。但是桃子在路飞的引导下，很可能也是发出了声音。向主接到主人的命令后才会来到和之国，这最后的一点伏笔应该会在后面的剧情里交代。那么，如果路飞的解放之骨可以传达给向主，是不是也可以传达给其他类似向主这样的巨型生物呢？这个鼓声既然代表着乔伊波伊，也就意味着那些乔伊波伊曾经的伙伴都可以在鼓声的感召下前来协助路飞战斗。2年前，路飞为了给伙伴传达暗号，不得不在海军本部引发大新闻，通过报纸将信息传达给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伙伴。现在，路飞的盟友更多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草帽大船团如何把他们重新聚集起来呢？能够跨越大海的解放之骨的声音，就是最关键的力量。路飞将发出一个史无前例的超级号令，让伙伴们从四面八方前来助战，回收800话时的那个伏笔。当遇到危机时，就大声呼救。大声是不是就有那位了？草帽大船团接到路飞的号令后，就可以凭借他们之前从路飞手中拿到的生命卡，找到草帽一伙的位置。那么他们重逢的地方会是最终岛屿拉夫德鲁吗？围绕 One Piece 的最终决战。而像向主、海王类这样的巨型生物，也将会同时得到乔伊波伊的声音。海王和天王会带着各自的力量，一起出现在最后的决战中，由巨大生物参与的巨大战争，向天龙人的世界发起挑战，并给这个世界带来真正的黎明，完成800年前那位乔伊波伊没有实现的梦想。以上就是本期海贼王1046话的细节伏笔分析啦，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分享你的看法，说不定你就成为预言家了。本周漫画休刊，但海贼王的故事越来越有趣了。作业本准备尝试一些新的海贼王类型分析，新的视频正在制作中，敬请期待。